欢哪个呀？啊，这个好看是吧？那就买这个。哎，叶大哥，你等等我呀！叶大哥，你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做我的哥哥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师傅了。叶大哥，叶大哥。王友前辈，您久居暮云山，纵观天启城，我想问您一件事情，不知您是否知道？你是想问你同伴们如今的去处？是。当日，我原本想为琅琊王，奈何心中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没有开口。后来想在路上打探，却发现我去抢亲这事儿没有传出半点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。你的几位朋友，洛清扬被影宗带走关了起来。不过他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皇上钦点的未来护卫。等风头过去了，一宗主应当会把他放出来，只是或许会给他定下某些协议。百里东军则是被他父亲百里成风带回了黔东城禁足，司空长风也一同被带去了。不过目前，司空长风已经离开了黔东城，正在四处磨砺。我以为您最多只知道他们在天启城中的结果，没想到您连他们之后的踪迹也了解得这么清楚。哼，是树上鸟儿告诉我的。真的，我师傅能跟鸟儿说话。不对，不仅是鸟儿，山禽走兽。虫鱼花草，我师傅都能坐在那和他们说一下午呢。那是你师傅骗你呢？你师傅在骗你呢。我师傅从来不说假话，除了每次说给我买糖葫芦是骗人的以外，其他都是认真的。说我们在天启城中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都能被全然压下，那是不是文君的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我已经来过，更不知道我甚至已经达到了锦玉皇府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师傅真的能和鸟儿说话。安静点儿！啊，师傅，叶大哥又开始了，他为什么总是突然这么凶啊？因为他以后要做的事啊，可能会有通天之祸，他不想祸及身边之人，只能把人推远了。还是听不懂，叶大哥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一念成魔呀！你也又开始了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走到啊？我都走累了。不出3日，应该就能到了。不过你累什么累呀？没走几个时辰你就睡一觉。我看啊，一点也不累。好吧，那就算我勉强不累好了。谢谢师傅陪我。不是师傅，是叶少侠。叶大哥，哎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嘿，嘿，起看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？因为他无牵挂呀。小姐，齐轩，齐轩是你吗？是我。齐轩，我听青儿说，百里东军此次去天启，因帮叶鼎之抢亲失败而下落不明，可有此事？
小姐知晓的倒是很快。没错，几个年轻人想在王爷大婚之日抢走王妃，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。他还好吗？看来，小姐确实是动了情。放心吧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已经回到了黔东城，被他的父亲百里成风关了禁闭。齐轩，多谢你。齐轩，你等我片刻。小姐，可以吗？小姐说的每一句话，对我而言，都是务必执行的命令，无需问可以，或是不可以。齐轩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你做的足够隐蔽，但是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得过我吗？你要拦我？吴相师有令，让小姐禁足3年，静思己过。如果你们现在回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吴相使，齐轩，子雨姬，你效忠的到底是岳氏，还是吴相？小姐，请您回屋，静思己过。小姐，快走！齐轩，可你走。我从未想过，有一日，你拔剑指向我。我亦从未想过，有一日我会拔剑指向你。现在把剑放下，随我一同把小姐带回来。此事便能当没发生过。雨姬，你我自小一同长大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雨姬，放了小姐，把我抓给吴相使，所有的罪责由我承担。滚！齐轩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我当然知道你是不会背叛小姐的。那难道你觉得我会背叛你吗？小姐也是我的小姐，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
小姐，该走了，再等下去就白白辜负了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小姐。 是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齐轩，小姐，快走吧。你不与我们同去吗？不去了。可是，你帮了我，已经不能再留在天外天了。江湖之大，何处皆为家。小姐不必为我担忧，快走吧。齐轩，走吧。珍重。珍重。进。紫雨姬放走了小姐，前来向尊师领罚。你可知，你要领的是什么法？我知。男爵传来消息，我们那边的据点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去解决一下吧。紫雨姬，领命。尊师，男爵那个据点不是都打算放弃了吗？那边都是对手的埋伏。 此后我们再派人过去，无异于自取灭亡啊！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就让他作为一位弃子去死吧。王游前辈。 前辈，请。叶少侠，前辈，我去城里找间客栈便好了。叶少侠难道2年都要住在这客栈之中？那片农田是谁的？ 归我们山门所有。可否？叶少侠，请便。那我就在这个农田边
截路而去了。何必这么麻烦？我欠别人太多，自己又什么也没拿回来，不想继续欠了。 我不爱吃，你留着吃吧。你真不吃啊？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嘿，哦，对了，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师傅说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。哦，还有一门本家剑法。 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，嘿嘿，他让我来教你。哦。嘿，可看清了？一招不落。这么厉害？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？想看？把这些叶子往天上一丢，你能都打中这些飞叶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来啦！糖葫芦。啊？这是糖葫芦啊？嗯。哎，王妃又在发呆了。是啊。 他也算咱们王府最得宠的人了，可是每天冷着张脸，没有一丝活人气儿。太医，请稍待。有劳。王妃，太医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 准备脉诊和帕子。是。我与王妃把脉。其实能有什么？最多是染些风寒罢了。王妃这几日。 可是经常呕吐，食欲不振。是。可是有何不妥？啊，王妃脉象如珠般圆滑，有力而回旋，快速而不滞，是喜脉。恭喜王妃！恭喜王妃！王妃！恭喜王妃！喜脉。 王妃这几日可要事事注意身子。王妃，不可！你说，上苍为何如此待我？王妃有喜脉，当是喜事啊！
叶少侠心魔难除，不如放弃这魔仙剑。无忧前辈，难道我的心魔是因这魔仙剑而起的吗？徒儿，我不让你看，是因为这是至死才能挥出的一剑。这绝世的强大，只是为了不留余地的最后一瞬。师父！如果我不能同他携手离开，那能否凭着至死的一剑，来换他的自由？叶少侠，无忧前辈，这次又多谢您了。您安心，求死一剑，我是不会用的。因为这一剑，只有到了真正用上的那一刻，才能动。既有生路，何负死路？何为生路？放。不。无忧前辈，早些休息吧。谁？好久不见了，叶鼎之。你又跟来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嘲笑你啊，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不过也来祝贺你，去了一趟天启还能活着回来。只是没想到啊，失败了一次，就跑到这种地方龟缩起来，真是废物！啊，你还在无谓的坚持些什么呢？那老东西既然会劝你放下，那说到底，他就算不是景域王的人，也是向着天启皇城的。而我，不但不会劝你放下，还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拿就是。你还是走吧，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。那谁和你是一路人？在最西边的地方，有一个曾与我同路的人，只可惜我连累了他。也不知道云哥现在怎么样。还是希望小师兄能护住他吧。
琴谱，师傅留下的。小姐，等了几日，终于等到这琴声奏响了。是啊，就是有些难听。看来他也发现你悄悄留下的琴谱了。见过少主。你们果然也跟来了。我师父已经死了，你们已是自由身，不必再称我为少主。主人对我们4人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发过誓，此生侍奉主人与少主。少主一直未曾召唤我们，我们也不敢轻易出现，只好悄悄跟随。虽然我们4人武功不济，但只要少主有需要，我们4人必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我找你们，确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少主，请说。我担心一个人，你们能不能暗中潜入天启，帮我打听打听，他过得好不好？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经了这一遭，我们欠天外天的养育恩情，也算是还清了。管家，管家，琅琊王来了！王爷。我家王爷去了银都，人不在家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王爷，现在只有您能帮老奴啊！卞总，别说，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家王爷娶的王妃武艺太高，我们也进不去，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啊。早就劝过皇兄的。
嫂嫂，小心！谁是你的嫂嫂？你如何不躲了？李先生最厉害的弟子，难道躲不过我这一掌？若是若风挨下这一掌，嫂嫂会更开心一点吗？况且现在，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讨打的吗？听闻嫂嫂有了身孕，特地来探望嫂嫂。有身孕的又不止我一个，琅琊王却特来看望我，是怕我一时想不开，一气之下杀了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吧。嫂嫂，成婚是一回事，有了孩子又是另一回事。嫂嫂心中始终耿耿，若风实在不敢怠慢。你可以走了。我易文君没你想的那么决绝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软弱。那这个孩子，嫂嫂会生下来的吧？至少我不会主动毁掉它。不过，如果老天有意带走它，我也不希望有人拦着。你可以滚了，滚！若风，多谢嫂嫂。他倒是有个好弟弟。抱歉啊。进。二小姐，有急报。吴相使传了消息过来。易文君怀孕了，好一个心上人呐！你这般关心她，她就和她心爱的夫君孕育子嗣，被翻红浪了。好笑，好笑。师父这琴谱果真不一般，将武功藏于琴音之中，不愧是师父。大风西去云飞扬，威加四海西归故乡。只是初看琴谱几日，便已了然在胸。我百里东君为何如此优秀啊？真是不要脸！若是能逗瑶儿一笑，我要这脸又有何用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想我了？是来教你一门功法。原来这琴谱是你留下的。没错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。为什么？我出入洛川客栈那一日，客栈本是爆满，只余一间空房。但今日我从客栈出来时，客栈却已空无一人。你猜是为什么？客栈死人了？不，
是你的琴太难听了，把大家都难听跑了。客栈老板本来想告到官府，可带人一去，只见那边重兵把守，那些兵士们一个个也都难以忍受的模样，所以就只能作罢了。真就这么难听？果然是天下四琴之一的九霄琴啊！九霄风起惊雷现，长龙卧春千年眠。西楚如仙纵横江湖，一琴一剑一袭白衣，引得不知多少绝世女子为之倾心。我虽没见过，却也十分神往。我师父当年真这么风流？天启成32乐坊，64名绝色乐姬，有40个爱他爱得要死。你说风光不风光？原来你们女子都喜欢这样的。一把琴，琴中藏剑，琴声起，长剑出，有什么样的女子才能不为这样的公子倾心呢？好，为了你这句话，这琴我学定了。哪句啊？让女子都为你倾心？那倒不用，有你为我倾心就够了。不过什么？少年闭目乱弹琴，也是很风流的。轻一些。好蠢笨的剑法，好蠢笨的人呐！我今日闻得一件北离皇城中的趣事，不知道叶公子有没有兴趣听听呢？不感兴趣。你听都没听呢，就说不感兴趣？唉，狼心似铁呀！不过短短数日就忘了旧日所爱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感兴趣的很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与其说是一件趣事，倒不如说是一件喜事。你们北离真是有福啊！皇帝生皇子，皇子生皇孙，世世代代，国祚绵长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位影宗宗主之女，景誉王新晋的侧妃，懿文君，怀孕了。你发什么疯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疯你自己在这儿情深不悔，可他却长夜难耐，跟他真正的夫君被翻红浪，郁郁子嗣。闭嘴！我就不！他身为人妇还勾引男人，你明知道他身为人妇还对他念念不忘，你们就是一对奸夫淫妇！陆。陆。
你既知道那是他的心魔，又何苦这般激他？叶少侠，你的心魔又反噬了。才没有。何瑶，叶鼎志，你就是想报复，让我看着要在眼前，而不得最后含恨而终。这是个好方法，你比我狠多了。我若不是知道你是尹落霞的妹妹，我会以为你是卓墨公子的妹妹。你在说什么？废话多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少说两句话会死吗？我成这样，是拜何人所赐？你说不激我也不至于。你敢做不敢当。别再说了，我不敢保证，我不会再动手。喝药吧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云哥，文君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。登船起航，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次年申冬，景裕王正妃胡错阳诞下景裕王第6子。诞下之初，其子嚎啕如雷，王府震惊。琅琊王亲自取名萧楚河。
又2月，侧妃奕文君诞下景裕王第7子。奕文君推却景裕王琅琊王定下之名，而请师兄骆青阳为其赐名萧雨。李先生走了，把学堂祭酒的位置交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前书院的人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这代表着李先生已经决心离开天启城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当年帮助圣上打下江山的这些人，只剩下镇西侯了，手握重兵，镇守国门。可如今，国门之外哪来的汉敌？他又挡谁呢？在圣上的眼中，他才是汉敌。杀了他，龙峰卷轴上，我保证写着你的名字。锦轩公公，本王方才有一句话一直不敢问大姐，现在斗胆想请教您。殿下言重。为何大剑要本王如此做？按照祖训，新王登基后就任大剑，该去往何处啊？须守皇陵，终生不得离开。但师父不想。若有朝一日，本王能……嘘，有些话只能说一半。殿下，请。虽然三言两语就会被迷惑，不过好歹还是有一身的胆气和狠劲儿，所以还不算太过不济。看重的就是他这股狠劲儿。不过，同百里洛尘比起来，就好像拿小孩们去争抢陀螺的凶狠，和提着刀一路上砍下无数颗头颅的凶狠去做对比。当日，我们曾有杀百里洛尘的机会。在黔东城杀百里洛尘，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所以才会被古尘所打伤，连天外天都不敢回，不是吗？是，这还是要托卓清大剑的福。不过请大剑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的功力已恢复大半。既然我们在黔东城杀不了他，那我们就在天启城杀他。很好，希望二位能够说到做到。那个镇西侯府的叫百里东军的小公子，七斩星夜胜过碉楼小筑，还有天下第一人为他策马之鞭，带着他绕城天启，最后
还喧嚣而去，真是听着都恣意呀。如果他身后不再有镇西侯府，也不再有学堂，他还会如此恣意吗？学堂里自以为风流的少年啊，这次就连同百里落尘一起毁掉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扶殿下上车。逸贤，这次成了，就真的能当皇帝了。怎么了？这段时间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云哥。上次抢婚，匆匆一见，也没能告别。我爹告诉我他没死，被人带走了，带我出去，我定要找到他，再陪他把文君抢回来。可文君她已经出嫁了呀。那又如何？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，或许还成为了孩子的母亲，有了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家庭。这种时候，再把她抢回来，可就不合时宜了。那便要看文君的意愿。若是他想，我就和云哥去救他；若是他不想，我就和云哥喝上一顿，一醉方休。是时候了，飞斩。尊师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与非离有位亲戚，在北离的天启城。不错，也因此，又是有段时间，我曾与哥哥待在天启城，对那还算熟悉。他们姓臧，勉强算是个世家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有些没落了。那你便去一趟天启吧，用我的暗号联系无法无天。离开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也该出来做点正经的事情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把易文君从天启城带出来，送到姑苏城外，让他与他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相见。
恋人重逢，前缘再续。多么美丽的故事啊！这天气真不错，可惜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我是真的不想再听命于他了。卓清大剑，二位，这是要去何处？实不相瞒，大剑，天外天已经找上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必须出宫一趟。出宫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偌大的北离皇宫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不少高手呢。我送你们出去。你们这样的贸然出去，很容易会被发现的。哈，那大剑既然有如此的兴致，我们不妨一同去。只不过我们两个也并不知道今番来的人是谁。或许我知道呢。两位尊使来就来了，为什么还带客人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盟友，不过此时他正在门外的马车里等候，待我们谈完正事，他才会进来。飞展此次前来是奉了吴相使的手令吗？两位尊使，既然身在天启，想必听过一个人，叶鼎之。这叶鼎之也是天生五脉。叶羽的后人，咱们这位吴相使可真会选人呐。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啊。叶鼎之与影宗宗主之女，现如今景誉王侧王妃易文君曾有婚约。之前他入学堂参加大考之时，两人重逢了。可真是不凑巧，这次来的人，偏偏是最讨人厌的。像这种人，大剑不见也罢。无妨，我独自去见他便是。都说，魂关飞离和破关飞斩，是天外天无相尊使最重要的左膀右臂。今天见到你，本座也很高兴。大剑真正想见的，应该是无相尊使。飞斩可没有这样的荣幸啊。本座自然是想见见无相尊使，可是单凭无相尊使还不值得本座花这么大力气去见。本座真正想见的是你们的皇帝陛下。那年与他城下一见，风采灼灼，让人至今难忘。不知皇帝陛下现在可好？看来两位尊使告诉大剑的可真不少啊。不要紧张，或许本座能帮你们。大剑的话，回去之后飞斩必当表达。
既然天外天如此有诚意，也不能显得本座太过小气了。这是本座送给天外天的礼物。天启城里边藏着4个人，你去找他们，将你的计划告诉他们，就说你们是叶鼎之的朋友，他们必会全力助你们。他们身手很高，比起他们的武功而言，他们的身份或许更加的重要。他们的主人是已故剑仙羽生魔，由他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，可是和你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有很大的不同啊。多谢大剑。不过回了天外天之后，尊使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，飞斩现在就斗胆向大剑请教。问。大剑为何如此帮我们天外天？因为我想要天下大乱。有些东西只有在乱中才能取得。你说他一个太监，他大剑聊得如何呀？相谈甚欢。这4个家奴还真会挑地方。我不同意，我绝不同意！二小姐，这是无相使的意思，而且，这确实是掌控叶鼎之最好的办法。还望二小姐不要意气用事。整个计划需要多久？快则3年，慢则5年。到那时，我们会与叶鼎之重回天外天。大剑，骆都统，今日是要出宫吗？陛下恩典，准许我1日假，去看望自己的小师侄。骆都统，对自己的这位师妹情谊可真是不浅啊。若是当年景誉王没有遇到令师妹，大剑，你说笑了。是我多言了，那便不耽误骆都统的时间了。告辞。大剑，是副都统才对。有意思，不出10年，便是胜过我的大内第1高手了。骆都统，这里为何只有这些人？王爷也有派人来，只不过都被王妃赶走了。那他生完孩子之后，有没有更开心些？不瞒骆都统说，王妃还是不常说话，
只不过每日稍稍与我有些交流，说更开心些是没有的，反倒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师兄，你来了。骆都统，于理不合。我去看看雨儿。小殿下很喜欢骆都统呢。大剑，刚刚收到飞展那边传来的消息，他在百花楼遇见了那4位家奴，并且说服他们参加了计划。今日行动有一个人需要注意，禁军副都统骆青阳今日也会在景玉王府中。骆青阳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剑法卓绝，也是北离他们这一带的翘楚。不错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又多了一个麻烦。不是麻烦，反而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师兄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不好说。陛下难得准我1日假，下一次怕是要再等许久了。我知道了。王妃，宫里派人来给您送了些糕点。宫里。你们不是宫里的人，你们是谁？在下秦月寒，我们是奉少主叶挺之之命来救易姑娘离开的。云哥在哪儿？少主如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离天启城很远。骆都统那日曾与少主并肩作战，想必今日不会为难我们吧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少主说，若是寻得机会见到易姑娘，让我们给她捎一句话。她说过，要带你去看的山。要带你去看的山，要带你去见的水，要带你去吃的北面的蛮牛肉，要带你去周游的西面的十二佛国，总有一天都会实现的。文君，你再等我2年。的确，是他会说的话。但如今我们寻得了一个机会，这2年，少主与姑娘都不必再等。机会，那得先问问我手中的这把剑。师妹，你想走吗？想，师兄，我想。好，那就走。
王府内的那些高手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宗主，杀！什么人？就凭他们，也想挡住我们两个？易宗主，好久不见呐！是你们？原来你们还没死。当日情况就是这样。若风，如何了？皇兄，莫急。我怎么能不着急？为兄就几日不在府守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太猖狂了！你来给我带了什么消息？有抓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对方应该是有备而来，一路上都有人拦截堵应，我的人没能追上去。废物！洛清扬呢？那个洛清扬呢？他帮着那些人逃跑，我定会向父皇参他一本，治他的罪。不可！堂堂景誉王侧妃在王府里被人劫走了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景誉王府都会沦为天启城的笑话，更别说让父皇知道了。从今日起，对外便宣称懿王妃染了重病，不便见人，侧妃殿中之人亦不可出府。那可怎么办？叶挺之，叶挺之，对，只要找到叶挺之，一切都对了。若风，当日你把他带走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过了墨云山之后，便没有派人再跟着他。他现在在何处，还得派人去查。你，当初就应该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你呀，就是心怀仁慈，觉得他是你师弟的好友，是叶将军的后人，非要我留他一命。好，现在为兄留他一命，可是你把他带走，却不派人跟着他，害得为兄现在如此狼狈。妇人之仁，妇人之仁啊！皇兄，稍安勿躁。叶挺之没有那么大的势力，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。比起他，皇兄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真正劫走嫂嫂的人。你是说，这股势力的背后，不仅仅是羽生墨留下的这么简单？自然没有那么简单。岳章大人，昨日我追至城门，原本有机会截住文君，但是突然出现2个人，拦住了我。此2人能拦得住懿宗主，定然绝非等闲之辈。没错，而且这2个人我曾经见过。
是谁？当年陛下还是皇子，北阙虽小，野心却大。他们频繁出兵骚扰我国边境，还和西楚暗中勾结。陛下奉命出征，我亦随军而行。打到最后，北阙输了。为了不被平国，他们兵行险招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北阙乃是一个武宗之国，皇帝非但是一国之主，更是教派之首。国主之下有5大护法，武功极高。他们派出这5个人，试图暗杀行军中的首领，也就是陛下和军神夜雨。这5大护法中的2个人，一个是矮胖，一个高瘦。昨日拦着我的就是他们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是北阙的余孽。真是讽刺！当年北阙被灭国，最大的功臣就是叶羽，如今他们还要帮叶鼎之。素闻叶将军当年带兵十分克制，所以那场战争历时虽久，但比起之前讨伐西楚之时，伤亡却又少了不少。北阙国土纳入北黎之后，余下归民也都还算归顺，这些都是叶将军的功劳。但此次北阙旧部帮助叶鼎之，与此定然没有任何关系。恐怕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什么密谋？此事不应该由尹宗来告诉我吗？去找雷梦莎，这件事情就让他跑一趟吧。是。不错不错，这样可以说是已有小成了。这下出门背着一把琴，琴声便可上人，既风雅又威风。瑶儿教的我这门功法可真是厉害。它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们北阙的虚念功。虚念功，没错，它是我们北阙最高深的一门武功，也是最难修炼的一门武功。我虽修炼多年，却只会一些皮毛。但你是天生五脉，天生就可修习。虚念虚念，虚虚实实，不正如这琴声化刃，虚声化实。瑶儿为何让我学这门功法？很早以前，我想教你这门功法，是想让你去救我的父亲。虽然我后来改了主意，但李先生说无妨，还是可以将此功传授给你。只不过要等你熟练袖剑19式，且心境更加成熟之后。我想此时便是这个契机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何时去救你的父亲？去天外天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太危险了，而且
要是我父亲真的出来了，于北离，于天下，怕都是一场浩劫。虽然我真的很想念他。瑶儿，不必担心。等我们做好万全准备，劝说他不要发起战事就好。我会陪你一起的。东君，多谢你。